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从3月开始，我的新菜园如期开垦。和去年一样，在早已春色满园的人间4月天，我们这个城市依旧突然飘了2天的雪，把我的新菜地全部覆盖。好像很久没有一个春天我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盼望着气温回暖，阳光普照，为了有机会将自己精心培育的这些幼苗移到室外去，沐浴春风，享受阳光，强筋健骨。距离将菜苗移植到花园的菜床的时间越来越近，合理布局菜苗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准备的蔬菜种子种类很多，大多数又是第一次尝试，一直想尽可能的把相关资料保存下来，以备日后的参考。下载了几个有关蔬菜种植的 App， 但使用起来都不尽人意。特别是像我今年购买了大量的中国蔬菜种子，很难在一个 App 或者网站中得到全面的种植资料，需要我不断的补充完善。所以思前想后，我决定给我想要种植的蔬菜建立一个数据库。Jasma 把她一直用的 Notion 介绍给我，一下子解决了我全部的纠结。今天特地做一个这样的视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Notion 是一款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整合在一起的功能极其强大的写作工具。尽管我只掌握了一点皮毛，但它已经给我很多惊喜了。在 Google Chrome 中打开 Notion，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需要输入你的邮箱，生存一个账号，然后就可以开始编辑了。给这个文件取一个名字，在第一排设置我想要的各种名目。首先当然是蔬菜名称，我设置了购买的种子品牌一栏，这是给来年购买种子时做参考。是否需要浸泡种子是个人的经验总结，可以做个记录。最后一个霜冻日是育苗或者移植菜苗到户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值，所以我设置了一栏，把需要在最后一个霜冻日之前育苗的时间标注出来。菜苗移植到户外的时间，直接在户外播种的时间，菜苗的深度、间距、行距，对阳光和温度的要求，成长周期，还有种植同伴以及冤家等等，我觉得需要了解和记录的内容都一一列举起来。Notion 的表格功能非常灵活，在需要输入时间的地方可以直接下拉日历输入，可以设置各种预设，比如在种植深度可以设置1/4英寸、1/2英寸，这样在需要的时候直接点击相关的预设就好了。各种预设可以提高我们输入的速度，为了一目了然，也可以给各种预设加上不同的颜色。我特别喜欢种植同伴和冤家这2栏，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合理分布菜苗、进行套种、实现高产特别有用。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不同的蔬菜种植 App 里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有关同伴种植的建议有完全相反的。你看这个芝麻菜，左边这个 App 把草莓当作芝麻菜的种植同伴，而在右边这个 App 中，草莓却是芝麻菜的种植冤家。碰到这种情况，我的做法就是避开冲突，在种植芝麻菜时不让它和草莓有任何关联。Notion 允许我们非常自由地加入想要的任何内容。这个花椰菜我们特别喜欢，就买了种子。除了在包装袋上获取的一些信息之外，我特地 Google 了一下。从这个页面中，我了解到花椰菜喜光，每天至少需要太阳直射6个小时以上，需要种植在排水好的土壤里，同时又了解到花椰菜需要大量的氮肥，这样我就增加了土壤和施肥一栏。我还特别愿意把喜欢的 YouTube 频道视频链接保存下来，这样省去了日后搜索的麻烦。这些视频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种植者心血的结晶，我每天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就一直听他们的讲解，需要记录下来的我就输入到这个表格里保存，从中学到很多。有了去年种植意大利瓜的经历之后，我特别希望能够将意大利瓜垂直种植，这样可以节省很大的空间。
在 YouTube 找到了这样一个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同的视频后，我赶紧将视频链接保存到意大利瓜的页面里。今年种意大利瓜的时候，好好实践一下。我今年购买的种子，除了在商店里购买的之外，经朋友介绍，从专门从事种子销售的个人那里也购买了很多中国蔬菜种子。这些种子包装上并没有相关的种植信息，像这个冰菜，我就从网上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来学习种植冰菜的方法。有了 Notion 这样一个工具，就很方便把这些资料保存。Notion 中的表格除了可以这样在每个格子中输入之外，也可以这样作为文本输入。特别方便的是， Notion 不是简单的项目罗列，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过滤和分类，对内容进行筛选和排序，使我们快速获取各种资料。在规划菜床的时候，通过查找需要全日光的蔬菜，我就知道应该把哪些蔬菜种植在光照最好的地方。当我同时把一张张蔬菜相片插入到表格之后，这个表格立即变得鲜活起来，颜值大大加分。Notion 的表格一共有5种变身，分别是表格、日历、面板、列表、画廊。有了这个数据库，我就很容易进行菜床规划了。和去年一样， Jasmine 很快地在 iPad 上将我的菜床规划图画好了。如有需要，我们可以随时做出调整。我在电脑上进行资料输入的同时，我的手机和 iPad 上的 Notion 可以及时同步分享，这使得我随时随地的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好了，该做的功课大致完成了，这个周末就可以将菜苗移植到菜床里去了。我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我的小菜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